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，來自361度的標速 BB2 代。配置和定位基本上跟上一代没什么太大区別，全掌超临界在中底放置了一塊貫穿全掌的碳板，但是這一塊碳板在前掌做了非常多的鏤空，盡可能的降低了它的駕馭門檻，在後跟處的兩側也做了上翻，以起到提升後跟穩定的效果。外底依舊是一片式的 RPO 液態橡胶，鞋頭的上翘幅度相比上一代確實稍微降低了一些，但依舊還是一個偏向於激進的造型。不管是配置還是整一個外底的造型，依舊是更加偏向於跑動的定位。重量表現也還是非常出色，單支42碼的重量僅只有310克左右，而且整體的重量分布也做得非常均衡。上腳之後的實際體感重量十分拔群，完全不會成為我們在球場上的負擔。OK， 那基礎的參數配置差不多就是這樣。如果你對這一雙鞋感興趣，那就跟着當子的節奏，一起來深度了解一下這一雙361度的速度旗艦標速 BB2。老樣子，我們還是先來看一下它的腳型適配。這一次標速 BB2 的鞋楦寬度比較適中，基本上大部分腳型的兄弟都可以選擇它，并且都能得到比較不錯的靜態包裹體驗。它的鞋面比較柔軟，而且後半部分的填充也做得比較到位。穿上鞋拉緊鞋帶，整體的包裹舒適度非常高，完全不會有鞋帶勒腳或者是彎折點卡腳之類的舒適度方面的問題。但是，一旦開始動起來，它鞋面方面的問題就會立馬顯現出來。首先就是動態鎖定方面的不足，這一點跟上一代基本一樣，而造成這一個問題的因素其實非常多。首先就是抓地，361度家的這一款 RPO 液態橡膠，在我體驗下來是各大籃球鞋品牌當中抓地獨一檔的，不怕灰，而且抓地非常極致。在急停的時候，基本上不會給到我們太多的緩衝空間，每一次觸地它的外底基本上都會直接抱死在地面上，而這種極致的抓地表現，對於它的鞋面鎖定和強度就會有更高的要求。而不巧的就是這兩項就是標速 BB2 身上最薄弱的地方。穿這一雙鞋在做急停動作的時候，會出現非常明顯的頂交趾情況。在變向的時候，雙腳在鞋內雖然不會出現特別明顯的位移，但是因為鞋面過軟，你能明顯感覺到鞋面吃不住力，沒有辦法很好的兜住我們的雙腳。雖然相比上一代確實要好了不少，但是穿上它依舊不是特別適合去做一些變向動作。如果你平時會做比較多的變向動作，除非你的體重特別小，不然就千萬不要選擇它。当然不得不說它的後跟鎖定做的還是不錯的，在跑動時鞋面能夠很好的帶起它的中底，也完全不會有任何掉跟的感覺，並且在實戰的過程中，後跟處的鞋面能夠一直很好的貼合住我們的腳踝，也能一直提供給我們出色的支撐力度。但是總的來說它的鞋面除了有着不錯的透氣性和舒適度之外，不管是在強度還是鎖定方面都不夠出色，體驗非常一般。這其實就是很多品牌都會在減重的時候出現的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。而至於它的中底，上腳後的第一感覺就是軟彈，中底的調教非常討喜，柔軟但是完全不泄力，彈性十足。中底的重心並不算低，場地感並不是特別出色，但是它的反應性表現卻非常棒。在發力蹬地的時候，腳底下的感覺非常乾脆，非常直接，並且整一個中底的緩震表現都非常出色，不管是前掌還是後掌，緩震極限都很高。我180斤的體重，即使是在單純使用腳後跟着地的時候，也不會有特別明顯的震腳感。而它出色的前掌反應性，再加上它中底前插碳板的加持，在我们突破的時候，中底的推進感也特別明顯。而且這一代的中底碳板在前掌是呈一個弧形的，不管往哪個方向蹬地，都能提供給我們比較明顯的推進感，並且因為它的這一塊碳板在前掌做了非常多的鏤空，所以特別好駕馭，即使是在新鞋狀態下也完全不會絆腳，而且往任何一個方向彎折也都非常輕鬆。不管是在做變向的時候，還是在做一些切入動作的時候，它的前掌彎折都特別絲滑，給到我們的感覺甚至都不像是一雙帶了前插碳板的籃球鞋。非常好駕馭，而如此出色的中底反饋，再配合上它 RPO 外底的極致抓地表現以及激進的外底造型，這一代的中底和外底相比上一代其實提升非常大。它不僅僅只適合跑動了，變向的體驗也非常棒。就是鞋面的強度沒有跟上它的中底，如果能把鞋面再改一改，那它的整體穿着體驗一定會有質的提升。而且因為有了碳板的加持中底的強度也完全沒有問題。在做一些大幅度變向或者是在
在對抗蹬地的時候，它的中體姿態都能保持得非常不錯，就是鞋面啊是真的有點吃不住。肚子的工作人员們，如果你们看到了这一期视頻，如果你们恰巧有推出 V2 版本的計劃，一定要好好加強一下它的鞋面，重量上升的10幾20克真的不會影響到我們的實戰體驗。而在跑跳體驗方面，它的表現跟上一代差別不大，雖然鞋頭的上翹沒有上一代那麼激進了，但是中底的滾動感依舊非常棒，整一個中底的過渡也依舊絲滑，不管是正常跑動還是蓄力起跳，體驗都非常不錯，對於運動表現會有明顯加成。但是它的中底穩定性也跟上一代一樣，依舊不是特別出色。確實這一代會比上一代的表現要稍微好那麼一點點，但是如果你不打腳，它仍舊是一個不太可用的狀態。為了讓球鞋擁有更好的中底過渡以及跑跳體驗，它將後掌的緩震材料做了全開放的設計。我們確實是在這一雙鞋身上得到了一個更棒的跑跳體驗，但是由於中底的緩震材料，它的調教是偏向於軟彈的，彈性非常足。在我們做一些後跟制動動作的時候，後跟經常會出現一些多餘的彈跳。如果你曾經也碰到過這種類似的情況，你應該知道其中的危險性。我就在一次正常的實戰過程中，在我對抗往回拉，又想要馬上發力往前蹬出去的時候，就在回拉落地的那一剎那，明顯感覺到後跟一晃，腳底下直接就軟了。就那一下，在我打完球之後，心裡也一直還是忘不掉，真的有點記憶猶新。現在想想都感覺好像是剛發生的一樣。除此之外，它的中底龍骨落差也比較小，上腳後體感上會有比較明顯的前高後低。在意這一點的兄弟們，也盡量不要去考慮這一雙鞋了。標速 BB 2代亞當球鞋主觀評級 C 級，這一雙鞋相比上一代確實有進步，但是沒有改在點上。主打跑跳體驗確實是現在的大勢所趨，但是標速 BB 不管是1代還是2代都有點太過於極致了，就沒有過多的去考慮橫向移動的事情。但是籃球並不是跑步，不是只有直線加速，對吧？出色的跑跳體驗在籃球鞋身上只能算是一個加分項。一雙籃球鞋不會說跑跳體驗稍微差一點就完全沒法穿了，對吧？你為了跑動感受，為了滾動感，為了重量，放棄掉的穩定性，放棄掉的強度，我覺得反而會比你得到的更加重要，有點撿了芝麻丟了西瓜的感覺。那這一雙鞋會更加適合哪種類型的球員去進行選擇呢？變向少甚至完全不變向的養生局球手，你們可以去選擇這一雙鞋。但是如果真的要打強度局的話，為了你的安全着想，盡量還是打腳或者佩戴護踝。OK， 這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。再次感謝大家觀看本期的洋洋球鞋，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大家有空來做 ，Peace。